可是我就觉得说，你看刚刚我们看那些照片呢，法国人很会利用灯光，把所有东西做得很浪漫。像我们刚刚看到那张照片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拉法叶超那个香榭里榭大道啊，拉法叶，它就是全部都把它用灯光弄得很漂亮。然后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学校办的一个舞会，然后就整个弄得非常的金碧堂皇。然后这个现在都是一些巴黎的一些装饰的。那所以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两个国家特质上的不同，也会造成说他们在产业上的不同。像我们在法国第一个想到的是名牌包，然后是 luxury 的东西，但是德国你想到的是机器。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有某些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于生活上其实休闲生活的注重。你看，像这个就是下班后6点多，天气很好，大家约一约，就带着酒，带着一些冷食，然后就在那个巴黎，这个叫做艺术桥，大家就在上面野餐，因为车子不能过。然后呢，像我们有时候也会跟着，有一次我在那边出差，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住那里了，然后我们也是一群人吃饱饭，然后就带着酒跟小食物跑到塞纳河边去野餐。然后现在这张图其实是我很喜欢这个，它是刚刚那张图是它是那个叫什么凡尔赛宫的花园里面，凡尔赛宫的花园里面，它那时候是被砍头的是玛丽皇后。凡尔赛宫里面有个皇后，因为她其实本身不是法国的人，她非常想要回到她成长的地方，她好像也是奥地利人，所以她就在凡尔赛宫的公园里面盖了很多小房子，是她成长区域的房子的一些复制品。然后我很喜欢那一区，是因为它感觉上就是在所谓巴黎这种大城市旁边的一个你可以离开尘嚣的地方，因为它旁边就是树，然后还有池塘，做得非常漂亮。然后这个就是我跟我朋友跑去野餐的地方，因为就是纯粹就是我们就爬下河堤，然后直接就在塞纳河边，然后做不同的休闲娱乐。然后像这个，它甚至不是在巴黎，它是一个在法国南部图卢斯的地方。那这个城市为什么它会出名？除了它食物鹅肝酱是从那边，那是主要的产区之外，它欧洲航太中心就在那边。欧洲法国不是没有重工业，他们的航太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台湾的某一个卫星也是他们帮我们发的，就是说，所以他做卫星，他做火箭，然后 Airbus 的总部那个 A380，他们也是都从那个地方产出的。然后呢，讲到法国，我想应该一定要讲食物，但是好，先让我讲食物前，好啦，我必须要承认，这个是巴黎近郊的一个公园。然后其实巴黎它本身绿地很少，市区15区里面18区里面绿地非常少，他们的公园都放在市郊。所以通常如果你周末想要出去散步的话，除了你在巴黎就是随便一个路上散步，大家有时候就会到市郊去散步。然后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你在周日下午在巴黎散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就是那种一家老小，阿公阿嬷，然后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在路上散步。因为其实他们法国人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是，他们会如果是有家庭的人，他们周末他们是会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可能是 brunch， 从11点吃到2、3点，然后呢吃完就去散步，然后散步完就各自回家，准备礼拜一要上班。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是传统或是习惯，因为其实如果你们大家都住在附近的话，那当然就很好哦，你可以就是去跟家人见面，然后去培养感情。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
法国人他们的家庭观念其实也相当的重，就是大家会尽量在爸爸妈妈生日啊什么时候尽量会飞回去家人旁边。那而且他们巴黎也是有传统市场，这跟我们的菜奇亚当然长得不大一样，但是它就是你可以去那边买菜，然后它一周里面有2天，其实德国也有，他们都是有菜市场的，然后他们的就是菜贩什么就会出来卖，然后它的水果新鲜度或什么的跟台湾一样，你要去比较。像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住久了，像我的朋友他就会很有系统的把所有的摊贩，譬如说水果摊，他全部都试过。然后他又可以告诉你说这家新鲜，这家不新鲜，这家的什么好吃，这家什么好吃。那你看，就还我都觉得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看他们虽然只是卖很简单的 cheese， 然后卖乳制品，可是他可以把那个摊位摆得很漂亮，让你觉得说哇，这些食物好像就特别好吃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从小到大他们对于美感的训练，就是说你在巴黎，我给一个例子很有趣，就是我在巴黎好像住了三年后，我就跑去2年后，我就有一次去了纽约玩，然后我发觉纽约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城市，非常的多元化，很多文化。但是我说你在巴黎绝对不可能看到一个人穿着睡衣走在路上，但是你在纽约你就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穿着睡衣就走出来？我觉得那个是教育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法国人他们对他们的衣着，他们是会愿意花心思在上面。然后很多人说，哎，巴黎女人看起来都打扮很随意，可是都很有风格。但是我们就说，其实你们都被骗了，就是他们花在外表的时间不会比我们少，但是他们会尽量把它做的不会很刻意，就是说漂亮的很随性，其实他也花了5小时在化那个妆，让它漂亮的很随性。可是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觉得说我要有风格，但是我不要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假的东西。所以他们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从小到大，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文化，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是我偷拍的，这个是歌剧院里面理论上是不能拍照，但是我就傻傻的拍了照。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食物，这个是你在德国还不错的餐厅会看到的菜色，沙拉。干的火腿啊，然后嘞酒。说到这个，我又要特别来讲，因为他们都是酒区，所以你每次去餐厅点，你不用点1瓶酒。你说我想要250cc 的酒，他就这样装给你。然后我想要500cc 的酒，他就这样装给你。比如说你一个人，你一定喝不完1瓶，所以你就说那我就是250cc 或是1杯，而且他们的选择就会比较多。那2个人你可能就是喝500cc，那你对于它的那个量的控制，所以我就有一个笑话，就是我那时候去日本，我就问他们说，他们有卖1杯1杯的酒，我说你1杯的酒是几 cc？ 日本人答不出来，他没有办法想到说怎么有人酒是用 cc 去 cc 数，就是那个公克数去算。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给你1杯这样。可是因为在德国，它那个菜单上面直接就是标明了。你要250cc 多少钱？500cc 多少钱？所以我就说那个就是文化上的不同。那在这2个国家，好处就是他们都有高山，所以就是冬天大家朋友会相约去滑雪。那像比如说我跟我同事，我们去滑雪是，我们其实跑到奥地利去滑雪，我们就穿过整个德国到奥地利去滑雪。那他们就也是住 B&B， 然后有早餐跟晚餐。然后呢，滑雪场大概天黑就会关门，所以就是4、5点就关门，尤其是冬天，冬天那个太阳下山的早。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后来在那边过的，我很喜欢的一个活动，就是去滑雪。因为你跟朋友一群人，然后你们去滑雪你们白天去滑雪是你有做运动，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会一起煮饭。然后就是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聊天，一起喝酒。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人互动一个比较，所谓我们说亲密的时刻，就是你大家坐下来，因为你漫漫长夜你就是聊天，那你会更深刻的认识一个人，更知道说他在想什么，他的人生观在哪里。像比如说，我觉得这2个国家的人，他至少对于国际事务的关心是非常
我觉得这是他们每日会做的事情。比如说2006年吧，总统大选是吧？还是2008？今年2000，反正总统大选，台湾总统大选的那一年，不是陈水扁还是吕秀莲不是有2颗子弹的事件吗？那时候我在德国，然后我04对，我在德国，然后我准备要回台湾了，但是我可能机票是晚上，然后白天我就照样去上班。我同事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说：“哎，你知道你们总统候选人被枪杀了吗？”可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吗？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德国人他在这么远，他的生活跟台湾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早上新闻第一件事是他就听到，这个是你在台湾，你哪时候看新闻，你可以看到这种新闻。你看那个中东都已经乱成这样了，但是你台湾的新闻绝对不会报。但是你看他们德国新闻或是法国新闻，早上就是你电视开了他的新闻或是 radio 新闻，就永远都是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几件需要 highlight 的事情，他们会告诉你。然后所以呢，比如说有的人知道我是台湾来的，他就直接会说：“哦，那你们现在跟中国的态度是怎样？那中国怎么样对你？你为什么可以声称你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或者说你为什么觉得你想要独立？”他们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想，他都可以跟我聊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就缺乏了。那但是这又讲到，就是说像法国教育里面要学哲学，哲学是什么？就是辩证。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对刻板印象就是说法国人很爱抱怨。我一个朋友直接跟我说，我们法国人就算我很满意，我还是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白一点，我觉得那个茶可以再热一点之类的。虽然我已经很满意了，但是我就是会去想说什么东西可以再改善一点。所以尤其是像我跟他们在讨论台湾问题的时候，他们甚至就觉得他们会一直问你一些，比如说你们宪法怎么制定的，你们税法怎么制定的，为什么你们可以怎样怎样？他就说，其实他了解你的立场，但是他们的训练就是他们要辩证，他们要跟你讨论，所以他们会用不同的角度来质问你。然后这样子的教育方式，或是这样子的相处方式，是让你能够更深刻的自己去想说，哎，我是不是不够了解某个故事？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也是一直到跟他们讨论过台湾以后，我才会去把台湾的历史拿出来看，才知道说原来我的教育里面缺乏了这一块。然后我也是可能去跟他们聊到说，比如说种植物，我也常会去翻书，说我今天要种一棵柠檬树，它需要什么样的阳光，需要什么的。然后这个就牵涉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所谓工作，因为我前几天才跟我同事说，如果他去了美国念书工作之后，他老婆就没有办法工作，那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半，他就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活水准。这是我同事的论述。但是我就说没错，但是如果你在国外工作的话，至少你可以准时上下班，你下班后时间是你可以有一个休闲。比如说我在德国的时候，我们同事他们可以下班后约去跑步，而且他们跑步不是像我们那样是随便一双鞋子穿着就跑了，他们会跟你说你的速度要怎么配速，你要怎么调整。他们没有跑马拉松哦，他们真的只是说我一天就是跑个5K 到10K， 然后他说你的鞋子要怎么买，你可以去哪里买到专业的鞋，你的衣服要怎么穿，你才有办法做到一个标准的运动。这是他们对于每件事情的那个要求。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太执着于说我们工作的完美度，或者是我们的工时占到我们生活的部分，所以你看嘛，台湾人去运动常常一堆运动伤害，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想过说这些东西细节，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善。就像，所以比如说像我在德国买了一台脚踏车，因为那时候budget很低，我就用99欧买了一台脚踏车，是在那个大卖场像家乐福的东西。我同事看到以后就凭摇头，他们2个人就是2个engineer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帮我把那台脚踏车等一下拆了又全部重组。他们就说你这个齿轮不能这样用，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椅子不够，你太高了，你要调低。但是因为那个都是很便宜做出来的，所以呢拔不出来，电拔不出来，但是还
想办法用车的，还用磨的把它整个做好，然后还把我放上脚踏车，然后跟我讲说你刹车怎么样？那你的控制是不是太前面或是太后面？你的那个脚踏车的那个头是不是要往后或往前？他们两个只是工程师，他们两个没有任何脚踏车，他们必须要靠脚踏车赚钱，但是他们有这些知识。那为什么呢？这是他们对于兴趣的培养。他们认为说这是我的兴趣，我想要有一个好的车，所以他们就会去研究说怎么样让车子变得更好骑。然后你的人体工学上面，你要怎么样坐在脚踏车上，你的脚要在哪里才是正确的？这是兴趣。可是其实我们很可惜，就是说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时间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余裕，去让我们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一个比较专业的程度。但是专业对你也不是拿去到处说 show off， 我很懂脚踏车，而是说你自己也会做得比较好。你今天去选脚踏车的时候，你也知道说，这台脚踏车是这样，那台脚踏车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在生活上，这个是我从他们所谓就是我在德国、法国居住的经验让我学到的。像比如说，我永远很震撼的是，我那时候研究所毕业，那时候，然后我就去找我朋友，那时候我朋友已经在开始工作了，他就直接说，他老板在礼拜五下